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必须得用砖炉，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3天下了8回，根本封不上顶。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用嘴吹，这样口感会更佳。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我操，哎呀我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就火候肯定不是3-2天能掌握的，我们应该扬长避短，我们的长项是熬啊。所以第2天8点，一人一个小板凳，准时坐着开熬。完这回再开盖，鸭子终于成了，烤得越来越好，还给邻居送2只。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后来这烤鸭出炉了，我1秒也等不了了，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真要我命啊！特别是这鸭皮，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一口一饼酱不流嘴，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真的，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我操！整3个月呀！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上个月烤鸭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吗？于是这个月我飘了，我又花重金买了个烤乳猪的配方，寻思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烤明白。这配方第1页赫然写了4个大字，叫皮不能破，但我选择了选择性失明，因为剔骨实在是太难了。后来我干脆自己制定了一条标准，就是所有在我手里处理过的猪，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于我手上的口子，那烤完之后我认定它就是一只好猪。然后我们还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炉，想取一些整砖，但光靠锤子效率非常低，就只能找一些有棱角的地方磕水泥。我是万没想到啊，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棱角，这回他还偷摸带走了房东的墙角。完这猪烟差不多了，就可以穿串了。但是呢，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希望给它烤成这样，找了一圈，发现最适合这个尺寸呢是胖的胳膊，但是着急用也来不及给它卸了，就买了一卷石膏绷带，只拿它套个拱形模具出来。但是第一次也没什么经验，一不小心给石膏缠死了，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给它缠上了。那天直播好多人都问说小胖到底咋了，其实咋也没咋地，就是气氛到了，不缠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猪还需要再风干几个小时，这回正好没啥事儿，可以发福利，还做2盒烤榴莲，等会儿夹着烤乳猪一起吃。然后这猪风干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烤了。我看好多视频都是让一直这么举着烤，问题这猪10来斤的也举不动啊。主要前2天做猪生面刚交代了下半身，今天眼瞅俩胳膊也得扔着，好家伙，这现在吃个饭怎么这么难呀？我们一共准备了2只猪，原本是打算1只烤光皮儿，1只烤麻皮儿，结果最后2只都烤成了糊皮儿，但这一点都不耽误它好吃。来个小猪腿再蘸上酸辣酱，我天哪，给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然后我看人吃烤乳猪，最后都得摔个盘子，但我也没舍得。不过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得有的。我散布了一圈之后，决定把小胖的石膏锤了。敲完这一锤，我们的夏天就结束了，因为现在哈尔滨晚上已经不到10度了，这才8月份呢，太他妈不尊重夏天了。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便宜的不敢买，贵的还不舍得，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我买了2块铁板，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看起来不太难，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模具手法的问题。就他讲完之后，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这一天呢，忙活了20个小时，锅一下没砸上，光他妈搬就完了。然后按纪录片里讲，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这温度别说炼铁了，炼我都够了。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所以砸了1天之后，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他说完之后，我彻底破防了，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就是拿个小锤生砸。
然后砸了一宿之后，简单抛了个光，这回看着顺眼多了。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苦苦照相；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然后在那干坐着，实在太尴尬了，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本来挺 emo 的，吃完马上来电了，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从天亮砸到天黑，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这纹路不太像鱼鳞，都有点像狗啃的。然后连夜开了个锅，又火速煎了个鸡蛋。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我吐了我。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就耐着心了又重新开了一遍，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忙活了3天3夜，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这个夏天呢，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那么至此呢，人生3大苦啊，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趁现在还能喘气儿，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我最近对磨面粉这事儿特别感兴趣，正好我弟最近发现一个好吃的荞麦面，所以我买了60斤荞麦，打算做点粗粮。于是在一个风不调雨不顺的日子里，驴儿们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盘。不过磨这玩意儿还挺上头，跟个圆规似的，给地板都画出来了。但是这个石碾子和石磨还不一样，它转多了迷糊。为了不吐到磨盘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发现戴上眼罩更迷糊。就我怀疑驴其实也迷糊，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门外语的亏，所以他有苦说不出。真的就这么说吧，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后来给狗都转吐个嘚儿的了。然后过一遍筛就可以得到荞麦面粉了，就很明显能看到自己磨的粉并不白。不过比面粉更珍贵的是这些荞麦皮，就是为了多攒点荞麦皮才买的60斤荞麦。我打算缝出一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荞麦皮枕，所以我又花了150块钱买了个缝纫机。据说当年它的始发价格就是这些。然后我们用了5个小时才学会如何组装呢。后来师傅实在熬不动了，说你们赶紧出师吧。结果我们当场被劫了，距离我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款长在掌心上的枕头就差了2公分。然后吃饱了，干活有劲儿了。我发现我在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大的天赋，大概用了10分钟，我就可以熟练的把这个缝纫机踩冒烟了。这枕头看着多板正，一点毛病没有。重点是配色，我们选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审美。它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Two Hands Rose Style。然后又简单和了和面，历时20个小时，我们这饸饹面终于压上。我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吃一碗荞麦面了，我必须得吃海鲜面，还得挑贵的吃，我都恨不得拉饥荒吃。这一宿过得太魔幻了，这驴和老嫂之间疯狂切换呢。我原来最常做的梦就是踩空楼梯，这回可倒好，我连梦了3天踩缝纫机，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转筋。你说这他妈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前2天看纪录片，看到了竹升面的制作过程，看他们蹦来蹦去的感觉可欢乐了，所以我也买了2根大竹竿呢，打算在家体验一下。不过和这个面呢还需要点门槛，要没个3-5年和水泥的底子还真不太好干呢。然后我们在家找了一圈，发现最适合加杠杆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压遗址，但是跳了都没超过20下，我们就给人故居拆迁了。后来我开动了一下我聪明的小脑瓜，用最简洁的办法把杠杆的一端给固定了。现在这个设备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也就是说压面的人越欢乐，压杆的人就越痛苦。所以老话说得好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了。然后这么压太累了，我们其实还尝试了一下豚生面，但这面团太硬了，试了几下之后差点没给后胸磨平了。我看纪录片里讲，老师傅35分钟就能压10斤面，但我们却整整折腾了8个小时。接下来就可以用压面机了。我其实怀疑过这玩意儿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代替竹竿，但人太多我也没敢声张。再一个刀头好像也买错了，这看着也不像竹升面呢，就这宽窄，这怎么看怎么像珠江面呢？后来我寻思珠江就珠江吧，4个人已经凑不出一条好腿能接着竹升了，然后就准备吊汤做云吞了。这会儿我们已经累懵了，这一瓶水说干就干了，我已经奔珠江去了。这云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说，学了1个多小时包成这熊样。就我们包这玩意儿，吃云吞的和吃馄饨的看了都沉默了。
历时了2天1.5夜，我们终于在二伏那天的最后10分钟压哨吃上一口热乎面条，然后在饭店还买了一份云吞面，感觉跟我们做的除了名一样，剩哪儿都不一样。但我坚持认为还是自己做的这份更好吃。不过其实挺好奇的，就是第一个人是怎么想到这种制作方式的呢？但我估计他千想万想，怎么也想不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东北，有4个大小伙子差点给他演变成了断子绝孙面。